这对夫妻先后将4个人变成透明尸体，而所谓的透明尸体就是让人彻底从世界上消失，连尸体都找不到，完全称得上是完美犯罪。他们被认为杀害超过30个人，但苦于没有证据，只能不了了之。男子曾狂妄地表示，要是有杀人的奥运会，那我肯定能拿金牌，这可比普通的奥运会有意思多了。1993年4月21号，日本崎玉县熊谷市的警方接到一通求助电话，一名中年妇女非常着急，说她丈夫川崎昭男失踪了。她丈夫20号下午开车去了熊谷市，然后就一直联系不上。这熊谷市不大，平常来报案的基本都是些吵架拌嘴的小事儿，突然接到失踪这种大案，接线的警员不由得紧张起来。这女子跟警方说，她丈夫去崎玉县是为了跟一家叫非洲犬舍的宠物店谈事儿。宠物店老板骗了川崎昭男的钱，把一对血统不纯的老狗以1000万日元的高价卖给了川崎，还硬说是世界顶级名犬。川崎本想着靠繁殖挣钱，没想到被忽悠了，所以他多次上门讨要说法。可这次川崎去宠物店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警方很快就介入了调查，发现这家店的老板是一对夫妻，男的叫关根源，女的叫风间博子。面对警方的询问，夫妇俩坚决否认川崎来过店里，对他的失踪表示一无所知。警方哪能轻易相信？他们对夫妻俩还有狗舍进行了仔细检查，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。没办法，只好把搜索范围扩大到川崎平时常去的地方。找了好几天，才发现川崎的车在一个商业街的停车场里，可川崎本人却不知去向。由于找不到别的线索，川崎的失踪就成了一起悬案，只能暂时被搁置。时间来到1994年10月，这时候距离川崎失踪已经过去1年半了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小小的熊谷市竟然又接连发生了3起失踪案。这3起失踪案有个共同特点，那就是这些人在消失之前都去过非洲犬舍。这可又让警方起了疑心。虽说警方觉得这些人的失踪跟关根源夫妇脱不了干系，可苦于缺少证据，案件侦破一次次陷入困境，舆论压力那是一天比一天大，警方也焦虑的不行。就在警方拼命找突破点的时候，非洲犬舍的店员山崎永信成了警方的突破口。这家伙因为涉嫌一起欺诈案被警方审讯，为了能立功减罪，山崎赶紧向警方告发了关根源夫妇，才将这桩可怕的案件给揭露了出来。关根的宠物店表面上那叫一个风光无限，在他自己主办的犬展上开着捷报，看着好像生意特别红火，但实际上呢，关根卖狗的手段简直等同于诈骗。他花10万元买来的狗，竟敢标价100万日元卖出。这家伙还擅长把成对的老狗卖给顾客，他承诺要是有小狗出生，就会以每只20万日元的价格收购。就因为这种承诺，顾客会买那种每年能生2胎的老母狗。然而等小狗出生后，他就开始挑毛病了，只愿意用1万元左右的价格勉强收购。要是碰上顾客不愿意接受，关根就会借助当地的黑帮来威胁他们。胆小的顾客没办法，只能选择息事宁人，但也有少数花了大价钱的人不甘心就这么被骗。失踪的川崎昭男就是其中一个不甘心被骗的人，他是关根的优质客户，在关根的一顿推销下，他花了将近1000万日元买了一对罗德西亚吉备犬。可没过多长时间，这2条狗被鉴定为老年狗，不但不值钱，而且根本没法繁殖。知道真相的川崎那叫一个生气，跟关根大吵了一架。在多次索要退款无果后，川崎威胁要把他们的欺诈行为曝光。这下关根夫妇俩急了，他们担心事情败露，于是就起了杀心。1993年4月，关根以退款为由，把川崎约到熊谷市的一个车库，然后骗川崎喝下掺了宠物安乐死用的剧毒饮料，川崎当场就一命呜呼了。本想着买狗赚钱，没想到把自己的命都给搭进去了。当时在场的除了关根，还有店员山崎永信。山崎被这一幕吓得撒腿就想跑，可关根哪能让他跑掉，拦下他不说，还以家人作为威胁，逼迫他帮忙把川崎的尸体搬运到饲养场。山崎原以为关根会把尸体埋在山里，没想到呢，关根竟然把他带进浴室。这对丧心病狂的夫妻把川崎的肉切成小块，然后烧掉，还粉碎成末，骨头就放入铁桶，用大火烧成骨灰，接着就撒到树林里。他们还美其名曰让尸体透明。关根觉得业余的人才会埋尸体，没有尸体就不会被抓。关根在肢解的时候非常冷静，仿佛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作案。实际上呢，在崎玉县周边10多年前就有人相继失踪，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关根夫妇过去杀害了30多人，可因为缺乏证据，也就没有下文了。川崎的妻子坚信丈夫的失踪跟关根夫妇绝对脱不了干系，多次跑到犬舍讨要说法。关根夫妇被他烦得不行，就找来了当地黑帮的小头目远藤安更帮忙处理。这远藤倒是成功把川崎的妻子给吓退了，
可这件事也让远藤敏锐地感觉到川崎的失踪肯定和关根夫妇有关。在他的追问下呢，夫妇俩没有办法了，只好承认川崎已经被他们给杀了。得知真相的远藤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敲诈勒索的好机会，他威胁关根夫妇给他一大笔封口费，可这时候的夫妇俩早就负债累累了，根本拿不出这笔钱。其实啊，一开始这狗舍的生意那是真不错，在那个宠物行业刚刚兴起的时代，非洲犬舍靠着繁殖雪橇犬，很快就把业务给拓展开了。这夫妇俩对外营造出的爱狗形象，那可是赢得了周围居民的信任，也因此攒下了不少的钱。他们见形势一片大好，就决定扩建繁殖场。可谁能想到天有不测风云，受日本泡沫经济的影响，他们的生意一下子就一落千丈了，不仅欠下巨额工程款，还背负了一身债务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他们才决定用假的名贵犬来欺骗顾客。远藤见他们没钱，就要求把狗舍的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。夫妇俩心里呢是100个不情愿，可把柄在远藤手里呢，没办法，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。不过呢，他们也明白，要想完全摆脱远藤，只有让他永远闭嘴。1993年5月21日，关根夫妇来到远藤家，假意答应转让产权，这就让远藤放松了警惕。合同签完后，夫妇俩拿出了剧毒饮料，说庆祝一下。当时在场的还有远藤的司机河井久讲，这两人毫无防备地喝下饮料，很快就中毒身亡。本想黑吃黑的远藤，没想到把命也给搭进去了。和处理川崎的尸体一样，山崎帮忙运送尸体，夫妇俩亲自分尸。他们在浴室里有条不紊地进行。据山崎所说，他被眼前的场景吓得魂都飞了。可风间博子却一边哼着小曲，一边分尸。他们非常享受分尸的过程，甚至还说出了许多泯灭人性的话，其中就包括这句：要是有杀人的奥运会，那我肯定能拿金牌，这可比普通的奥运会有意思多了。杀红眼的关根开启了无差别攻击模式，不再满足于对顾客下手，而是把魔掌伸向了所有跟他有金钱纠葛的人。不久后，他又再次实施犯罪，这次的受害者名叫关口光江。跟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关根就一个人作案，因为这个人是关根的情人。债台高筑的关根经济非常紧张，他就打起了情人关口的主意。他知道关口有点积蓄，就一顿忽悠他入股，甜言蜜语一通说，关口就同意投270万日元，成了犬舍的新股东。其实啊，哪有什么股东之说，全是关根骗钱的幌子。1993年8月26日，关根约关口见面，接着呢就用相同的手法将其杀害。关口怎么也想不到，关根会为了270万对自己下狠手。实际上呢，关根杀情人不光是为了这笔钱，还有一笔买狗的钱。关口曾经为支持关根的生意，花900万买了6只雪橇犬。关口怕情人知道犬舍有财务危机，找他要回那900万，索性就痛下杀手。另外呢，他对关口早就厌烦了，能在他死前再骗点钱，这正好符合他的心意。1994年12月，警方依据山崎的证词，在多地展开多次大规模搜索，4名受害人的骨骼碎片、牙齿以及被烧毁的遗物陆续被发现。1995年1月5日，关根源和风间博子被警方以损坏遗体罪逮捕了。可受限于当时的技术，警方没法从焚烧过的骨骼残片中提取到 DNA。这两人被捕后也拒不认罪，互相指责推诿，案件审理过程异常艰难。在接下来的5年里，共进行了105次庭审。2000年7月6日，法官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采纳了山崎的供词和指认，并把他作为主要证据判处关根源与风间博子死刑。山崎永信则被判入狱3年。虽然说日本还保留了死刑，但实际执行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。2017年，关根源在等待执行的过程中因心脏病在狱中去世，终年75岁。而风间博子至今仍在狱中苟延残喘，竟然还学会了画画，还接到了不少插画工作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案件的所有内容，感谢关注、评论、点赞，我们下期见。